您是否还记得那句风靡一时的中美谍金句？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时候就是美国人。这是花滑明星谷爱凌在前年冬奥会上的受访实况。当时这句话被认为诠释了中美两国企业多年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生存之道，在中国遵中国法，在美国遵美国法，处处小心翼翼，但机会处处。然而就在最近的这几个月，曾被视为全球化典范的跨国企业们却突然陷入了空前的被质疑与禁锢之中。铁了心要对抗中国的美国国会，正以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势横扫着一切中美交集的商业机会。很快就连曾引领时尚的谷爱凌模糊两可的中美谍说法都将不复存在。这一切源于一个中国短视频社交软件抖音的国际版本 TikTok， 它成了美国通过立法全面封杀中国科技公司杀入美国市场的突破口。而美国国会对此发起疯狂攻势的利器，则是一个新成立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本影片将为您解析这一切缘起，以及他们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化格局带来的重大影响。事实核查 ，TikTok 禁令并非万能武器。尽管美国国会对 TikTok 的打压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疯狂程度，但事实上 ，TikTok 禁令并不会为美国政府提供一把可以随意封杀其他互联网产品的万能武器。根据 Newsweek 杂志的最新事实核查报告 ，TikTok 被列为境外威胁并最终禁止在美运营的法律条款，并不适用于监管其他国家的科技公司。该法案无权任意扩大境外威胁的定义范围。目前被列入该名单的国家仅限于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4个国家。因此，虽然 TikTok 禁令将令中美数字领域的铁幕落下，但却不会成为美国全面封禁其他国家互联网公司的开天辟地式先例。不过，无可否认的是， TikTok 事件已将中美之间的对立彻底从现实地缘政治上升到了数字世界。这一切却是像许多评论人士说的那样，从几年前徐徐落下的铁幕趋势，到今天已然彻底坠落，再无任何模糊地带。TikTok 开启全民反抗模式。就在本月5日，19位美国国会议员以 TikTok 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为由，联手提出一项迫使字节跳动旗下 TikTok 在165天内彻底剥离的法案。如果不剥离， TikTok 将被彻底封杀，在美运营将被全面禁止。2天后的3月7日，这项法案就以50-0的一致通过票数，获得了众议院商业和能源委员会的首肯。令人震惊的是，尽管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但 TikTok 并没有一如既往的固步自封。这一次，他找来了最尖锐的棒棒军团，超过 1.7 亿的美国用户。TikTok 连续2次通过应用内的弹窗通知，号召用户给国会议员打电话，要求撤回对 TikTok 的封杀令。而 TikTok 美国政府关系总监迈克尔·布鲁姆也直言，尽管前路艰辛，但他们仍将努力改变国会议员的想法。更疯狂的是， TikTok 还找来了众多内容创作者，计划在未来几天驻扎在国会山，与议员近距离接触、游说。TikTok CEO 周受资，这位在之前国会听证会上曾一口气应答5小时的可疑分子，也将在下周4前赶赴国会山，垂死挣扎。这种轰动全城、全员反击的决心，已经不输于去年 Twitter 收购风波时马斯克的疯狂程度。不过，尽管 TikTok 苦心营救，但就连支持者特朗普也表示，即便 TikTok 确实有优点，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它还是有很多缺点。很显然， TikTok 最终难逃一劫。TikTok 只是开胃菜，猎物是所有中概股。从表面上看， TikTok 之所以遭到美国政府如此疯狂打击，是因为后者对这家中国公司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高度警惕。TikTok 确实受制于中国法律，内部设有中共党委，数据安全和隐私都存在被北京利用的风险。
但倘若我们从更大的视角审视一下发起这场狂轰滥战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 TikTok 只是一个刚刚开胃的小小前菜而已。这个新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由2位一直对华持强硬立场的鹰派议员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穆尔提分别担任主席和民主党领袖。仅在过去1年，他们的矛头就已经落在了包括苹果、亚马逊、大众汽车等一系列跨国企业的头上。比如，他们狠狠炮轰了大众在新疆建厂存在使用强迫劳动力的嫌疑，他们质疑 Temu 和时尚电商商的商品也存在同样问题。他们还借助曾在新疆取景拍摄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施压要求 Disney 高管与维权组织会面。可以说，这个特委会无所不扫描，只要是在华有业务、有工厂的跨国巨头，就无一能够幸免。很自然的，被如此高调点名的企业，都吃不消如此声誉风险，纷纷对待涉华业务保持低调。就连美国商界的代表大户美国全国商会对此也只能选择语焉不详，避重就轻。中美全面脱钩，跨国公司将做出选择。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很明显源于美国政府内部去风险的强大诉求。早在担任特委会主席之初，加拉格尔就直白表态，他的目标就是要打击中国政府在华尔街和财阀企业中的朋友们。他认为，中美2国经济纽带虽然紧密，但这并不会给中国带来自由化或民主化的希望。相反，华盛顿需要想办法脱身，选择性地降低与中国的风险，避免受到北京的经济威胁与胁迫。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个特委会就是要给深陷中美2国而寻求机会的跨国公司狠狠开一个药方，只许你在中国做中国人，在美国做美国人，但绝不允许你在中美之间到处钻营，扮演两面人的角色。这种撕裂与断供的方式对传统跨国公司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将被迫在中美2国重选边站队，不得不对自己的产业链和资产分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规模脱钩，中国与美国的营商环境将遭受破坏，2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也必将严重受损。尽管如此，一切却仍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彼时，连中概股在海外上市都可能受到影响。全球化这个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经济模式就这样戛然而止。而在这种趋势下，中美2国政府为吸引外资重振国内制造业，也将展开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特委会言过其实，存在水分很大。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审视一下特委会的种种做派，也不难发现，它存在一些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水分。首先，特委会法案需要通过国会才能最终生效，而共和党在参议院只占51席，距离占据多数相当脆弱。姑且不论后续是否能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其次，就算 TikTok 被封杀，但它威胁论的说法也未必有据可依。毕竟，它存储在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已交由第三方托管，而真正应被质疑的是整个美国科技行业与中国产业链存在的密切依赖关系。再次，特委会其实并非拥有真正的执法权利，而只是在瞄准舆论而已。但这么做也令在华企业承受了沉重的舆论压力和政治风险，扰乱了企业在华的正常经营，反过来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后，持续做太过火的事情，也会导致中国政府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比如中方实施出口管制，从而让构筑数字铁幕的矛头转向美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届时，谁也很难独善其身了。3个猜想，新的中美模式将孕育而生。不过，尽管特委会做法很多缺陷错误，但它确实树立了一股针对中国的强势力量。未来中美2国的脱钩和分裂将难以避免，双方陷入猜忌的新时代已然来临。那么，在此种新环境下，
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化格局会孕育出怎样新的模式？我们可以对此做以下几种猜想：一、部分跨国公司可能会撤资分家，中美两地分别建立独立的运营和供应链体系；二、两国政府为吸引外资将展开激烈竞争，中方或将推出更多利好政策，美方则将加大对侵华企业的打压；三、一些新兴国家或将成为全球化的新高地，中美两国企业纷纷涌入，导致新一轮低烈度冲突和战略博弈。总之，原本富于机会、充满活力的全球化版图正迎来一场巨变，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压力，一个动荡而又未知的新时代正在走向我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吧。